宁可不找借口，也不要找一个糟糕的借口。幸福与道德责任密不可分。对所有国家保持诚信和正义，与所有人培养和平与和谐。冲突越艰难，胜利越伟大。为战争做好准备是保持和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如果你看重自己的名声，就要与品质良好的人为伍，因为宁愿独自一人，也不要与坏人为伍。让你的心为每一个人的苦难和困境感到悲悯。在所有时代，毅力和精神都创造了奇迹。纪律是军队的灵魂，它使少数变得强大，使弱者获得成功，并让所有人获得尊重。自由一旦开始生根，就是一种迅速成长的植物。当付出努力将真相带到光明之中时，真相最终会占上风。我希望我将永远拥有足够的坚定和美德，以维持我认为是所有称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个诚实人的品格。拥有几个好人，远远胜过拥有许多平庸之辈。努力在你胸中保持那一小撮称为良知的天堂之火的生机。正义的执行是政府最坚固的支柱。友谊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必须经受并承受逆境的冲击，才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警惕假装的爱国主义的欺骗。忧虑是指那些借用烦恼的人所支付的利息。很少人拥有能够抵御出价最高者的美德。幸福更多的依赖于一个人内心的心态，而不是外界的物质条件。经验告诉我们，阻止敌人占据阵地，远比在他们已经占领后再将其赶走要容易得多。宪法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利，因此在他们对此进行深思熟虑并授权这样的措施之前，不能进行任何重要的进攻性行动。耐心和毅力具有神奇的效果，面对他们，困难会消失，障碍会烟消云散。让我们设立一个智者和诚实者可以依循的标准，其余的交给上帝。所有国家的责任是承认全能上帝的天意，遵从他的旨意，感激他的恩惠，并谦卑地祈求他的保护和恩赐。在滥用自由至放纵的废墟上，专断的权利最容易建立。爱的自由与心中的每一根纤维交织在一起。我们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改变他们的政府宪法。如果言论自由被剥夺，那么我们可能会像羊一样被愚蠢和沉默地领向屠宰场。自由人民的极度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影响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敌人之一。我认为这条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人事务，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那就是诚实永远是最好的策略。和谐与所有国家的自由交往被政策、人道和利益所推荐。让我们谨慎地假设，道德可以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宁愿独自一人，也不要与坏人为伍。自由的神圣火焰的保护，以及共和政府模式的命运，被公正地认为，深深地最终赌注在了寄托给美国人民手中的实验上。对我们来说，关于外国的行为准则的重要规则，在于扩展我们的商业关系，与他们保持尽可能少的政治联系。在所有时代，坚持和精神都创造了奇迹。
亵渎的咒骂和发誓的愚蠢和邪恶习惯是如此卑鄙和低级，以至于每一个有理智和品格的人都厌恶和鄙视它。我们的能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拯救他们的国家？我母亲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女人，我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归因于我从她那里获得的道德、智力和体育教育。不要仅凭外表判断任何事物，一切都应基于证据，没有比这更好的规则了。幸福更多地依赖于一个人内心的心态，而不是外界的物质条件。与商界人士的交谈要简短而全面。如果一个国家无视天堂自己设定的永恒秩序和正义规则，那么天堂的慈祥微笑永远不会降临于该国。如果剥夺了言论自由，我们就会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哑口无言。人类如果自生自灭，就不适合管理自己。没有什么比促进科学和文学更值得您的支持了。在每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最可靠的基础。总有一天，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会出现一个欧洲和中国。共同认可的法律不容个人践踏。我恳求你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热切地建立有效的障碍来对抗精神暴政和各种宗教迫害的恐怖。我最初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人类的灾难——战争从地球上消失。我的观察是，每当有一个人被认为足以履行一项职责，如果有2个人执行，效果会更差；如果3个或更多人参与，几乎就根本无法完成。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侮辱，我们必须能够抵抗它；如果我们想要确保和平，作为我们崛起繁荣的最强大工具之一，必须让人知道，我们随时准备好进行战争。我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对于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的荣誉，我并不渴望。那个必须决定美国人是成为自由人还是奴隶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当我们成为士兵时，我们并没有放弃作为公民的身份。让你的心为每一个人的苦难和困境感到同情，让你的手按照你的钱包的能力给予帮助。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立场和我们制度的基础来确立，每一位享受自由政府保护的公民，不仅欠这个政府一部分财产，甚至还欠其个人服务以防卫之。战争，一种暴力行为，其目的是制约敌人，以实现我们的意志。我行走在未曾踏足的土地上，我的行为几乎没有哪一部分不会在未来成为先例。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